本防卫省称，这架坠毁的 F-15战机是在1月31号下午5点半左右从小松基地起飞，在飞越日本海期间，飞机信号突然从雷达上消失。飞机雷达信号消失的位置为小松基地西北方，距基地约5公里的日本海上空。目前，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在小松基地附近海域发现了部分战机的机体部件，而机上的2名飞行员仍未找到。据报道，小松基地位于日本石川县，是日本空自唯一面向日本海的战斗机基地，主要部署第6航空团，下辖第303和第306飞行队，另部署有航空战术教导团飞行教导群。这次坠毁的就是隶属于飞行教导群的双座型教练机 F-15DJ， 编号为328083。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术教导团飞行教导群的飞行员都是从各飞行队精挑细选而来，而失踪的2名飞行员身份已经得到确认。前座主飞行员为战术飞行教导群司令官，现年52岁的田中公司1等空佐；后座的武器操纵官第2飞行员是飞行教导队的植田龙生1等空尉，现年33岁。按照日媒后续爆出的细节来看，田中公司累计飞行时间高达2800小时，植田龙生的飞行时间也达到1900小时。因此，外界普遍认为2名飞行经验如此丰富的飞行员双失误的可能性极低，倾向于是机械故障或技术问题导致的坠机。从田中上校和植田的那么一种驾驶的资历和经历来看，那么所谓的操作失误那种可能性是不太可能的。那么根据防卫省和我所掌握的现在目前的情况来判断，那么这次机毁人亡的事故的原因，最大可能性是这架 F-35突然失去了动力，或者说操作能力。但究竟是发动机突然出现故障，还是电空系统突然失灵？那么这个呢，还有待于今后的调查与验证。值得注意的是，这次 F-15DJ 坠机事故也让日本空自的假想敌部队成为关注焦点。飞行教导群的前身飞行教导队成立于1981年，级别很高，直接隶属于日本航空自卫队航空总队，是一支为培养优秀战斗机飞行员而建立的特殊部队。他平时不担负紧急起飞等防空任务，只专注于研究国外空军的战斗机空战战术、战法和训练方式等，还在1年1度的战术技术竞技会中充当假想敌。他的主要的任务呢是培训教授战斗机飞行员的飞行技术和扮演敌方战机进行战术训练，那么这2大任务。因此他也被称为日本航空自卫队当中唯一的一支所谓的侵略者飞行队。那么空自战术教导团的教官也是飞行员当中的精英。那么他不仅飞行技术高超，而且呢技术要相当的过硬，因为他扮演的是侵略者的那么一个角色，也就是对抗性的一个角色。201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组建飞行战术教导团，于是飞行教导队从航空总队转到飞行战术教导团麾下，并改称飞行教导群。2016年，飞行教导群从宫崎县新田园基地搬到了石川县小松基地。自组建至今，日本航空自卫队对飞行教导群的重视程度始终如一，最好的飞机加上最好的飞行员。1981年，飞行教导队成立时，装备5架 T2 和2架 T33教练机。1983年，飞机编制增加到7架，并在1990年换装 F-15J 和 F-15DJ。目前共装备有2架 F-15J 和6架 F-15DJ 战斗机。冷战时期，苏联一直充当着日本自卫队的假想敌。当时，飞行教导队的主要模仿对象就是苏联空军。不仅学习苏联空军的战术，还使用 T2 和 T33教练机来模拟苏制米格21战斗机。苏联解体后，日本仍视俄罗斯为对手，改为使用 F-15J 模拟苏27系列战机。而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国力与军力的增长，鼓噪中国威胁论之声在日本朝野
飞行教导群又将中国空军纳入其模拟目标，搜集中国空军所装备战斗机的数据、资料和图像、视频等资料，企图模拟中方战机的飞行战术，与空自部队进行对抗演练。为了不像某些特定国家的战机，飞行教导群还特意将他们的战机打扮得非常花哨，让其看上去与众不同。这次坠毁的 F-15EJ 就在2021年1月涂上了斑斓的老虎涂装，因此可以看到不同武装的 F-15EJ 常年穿梭于多个空军基地，与当地的战机飞行员和指挥官进行空战模拟训练。